张荣，真不错。哎，谁呀？敢闯我们无双城的关卡？抱歉，方才见诸位兄弟没空理我，便自作主张。我有无双令，此行是因为定了无双城中月霞铁匠铺的追魂弩。多有冒犯，我现在要过去，可以吗？只有咱俩。等等，金眼枪，大师兄不可啊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喂，出来了。这是去吧。这是百鬼珠，这就是传说中夷狄版的百鬼珠。那么这无双令是否应是我的了？公子手握绝世好剑，深藏龙泪珠，随手就能拿出稀世珍物百鬼珠，应当出身不凡。以公子身份，又何须来我天下方要无双令？今日到此，是何目的？我赢了，给我无双令，我按照天下方的规矩来，也请天下方按照你们的规矩来。我带你去。多谢了。这边请，尊者。许久没有人进过这间屋子了。我赢了天下方，便能得无双令。是，无双令已经是客人的了。只不过像你这样优秀的客人，我们天下方很有兴趣结识一下。强后这些人也想结识我吗？我果然没有看错啊，客人还真是非比寻常。我说了，这无双令已经是客人的了。告辞。请便。当年
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昌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隐形这种事，苏昌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信过穆，也信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暗河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苏家苏昌河得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绵龙剑，即今日起任暗河大家长之位。拜见现任大家长苏昌河。拜见大家长。朱印首领苏沐雨，谢魁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诸位，新的暗河已经到来了。拜见大家长，拜见苏家家主。唐林月，唐连月，
这棋局，看来已是必死之决。所言尚早啊。倒是没错，绝境之中，何尝不会出现神之一手呢？宗主，看来，真正和宗主对弈的对手，下出了属于自己的神之一手。两个年轻人，居然，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哦，为何这才是最好？因为他们够强。只有真正强大的对手，才是现在的我们所需要的盟友。拿好啊。老板您好，我要1斤桂花糕。一斤桂花糕。对，1斤桂花糕。啊，好的。你的桂花糕。多谢。沈爷，我回来了。累死我了！一会儿呢，等汤药稍微凉一些，就一滴都不剩的，都给我喝掉，听到没？知道的，沈爷。哇，还是热乎的。今日来的人更多了。春日谷雨，风吹心动，一发病。什么病？春心动，自然是桃花痴症啦。你们要看的人已经来了，我要吃的桂花糕也已经吃到了。什么时候能进去看呢？那现在就开始看病吧。什么病啊？手啊！什么病啊？这不是不知道什么病，才来看着呢嘛。10两银子，我让那家伙亲手给你煎药。什么药啊？10两银子。 1两板蓝根，10两银子。你要是不要，
那我就给别人喽。啊，要的要的。下一位。我出100两，让他喂我喝药。 100两怎么够？200两。中。下一位。别看了，别看了。 你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你好好看着我和你细说，不然啊，可就活不过这个春日了。苏沐雨继任苏家家主之后，去南安城开药方。是，我们派了一群人监视，但都被发现了。有人出手废了那群人的武功。 似乎是要给个警示，而我们现在只敢在南安城外派几个人守着，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那苏昌河呢？他回到了暗河，看架势，就是冲着提魂殿去的。但是三关早已经离开，他收服了留在暗河的3家弟子，随即便离去了。传信给三关。 现在才是他们真正相见的时候。宗主，这是要跟他们合作了。桀骜不驯的剑，虽然难以掌控，但若能握在手中，才能够成就真正的霸业。你那18剑阵是真的厉害，我在远处都已经感受到你的剑意了。 但是你放出的剑要怎么收回来呢？现在这把伞是昌河找了搬家之人为我特制的。以前杀人使出18剑阵，用的都是普通纸伞，不仅容易坏，每次用完还得自己把剑捡回来。不是我说，你以后若迫不得已用这剑阵去杀人，那岂不是还得从一具具尸体里把剑给拔回来？哼，世间哪有你这样的杀手啊！完成任务即可，他们已死，也看不到我这般简剑的模样。哼，我以后啊，一定多接些任务，存钱给你定制一把好伞，要不然和你合作出去杀人，多丢人啊！给。好，真是谢谢你啊，大好人。昌河说，这不是一个刺客杀完人后该有的模样。这只是一柄剑而已，为什么必须要得到它，才能执掌暗河呢？
他这么厉害，一定知道这把指尖刃不见了，也知道是我拿的，但是没有管我要，那就是默许了。那这算不算定情信物？你醒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出去这么久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好了，就自己下楼吃饭。谁说我好了？我还需要人照顾呢。我这身子还没完全恢复，要不你喂我吧。今日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好好吃饭，别说话。我知道了，你要走了。我迟早是要走的，更何况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。你来了，老爷子知道我要来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么不是个东西了吗？你似乎很不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是怕被人看穿吗？以前的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不敢冒头。如今我的锐气已去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？老爷子既然这么喜欢算计人心，那不如算一算，我进来是打算做什么？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长河，你只是无名者，无名者苏沐雨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，你也一样没有继承苏家家主的资格。唉，被小瞧了呀！区区苏家家主之位，我苏长河看不上。我要做的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是暗河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
寸之间的确厉害，但想胜过我并不容易。我的剑虽然断了，但我依然是苏锦辉。五爪之虎，无尽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手！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。大家长那一剑是他自己接的，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邱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字级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也定和往常一样。邱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？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邱叔是本家族人，从出生开始便当做一个刺客来培养。当真会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出生吗？为什么世人能沐浴阳光，而我们3家的族人却只能居于黑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吗？我自幼被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然想过这些问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我的双手早已沾满了鲜血，又有何脸面去谈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所以我虽然觉得你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却没有将这戒指送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虽有觉悟，但你早就已经丧失了勇气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就像那小说话本里说的，我们正当年，我们离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还不算远，我们还记得未曾远去的少年之心、少年之志。既然我们胸腔当中还有少年之心在跳动，那便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你杀了老爷子吗？邱叔，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是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暗河之中少有值得被尊敬的。新的暗河不再需要苏锦辉，他没有死，你带着他离开吧，好好活着吧。或许有一日，你再在江湖上听到暗河的名字，会有一些惊喜。好，
我等着。再见了，秋叔。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穆家那里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连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必安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徇私，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河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司令，而是回了朱巢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定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。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你们在朱巢门口等我。是。谁惹了穆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二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两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三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
和我走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合适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巨土。我来。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我来。闹走了。破解之口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，
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驾！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。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，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亏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。
叫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妾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先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，
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伤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。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，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。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
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就是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当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，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
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
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！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只有你真的把暗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。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
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，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觅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梦点去，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一双唯一天光心境颜色？
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丢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发生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划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那里会有彼岸中纪念相偎一点光静静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